黑子聊世纪，天天 ACG。大家好，我是黑子。时隔2周，关于 DLC 的讨论度跟人气往下降了不少，让黑子用自己的节奏来聊这次的 DLC。开始前先打预防针，黑子个人是相当喜欢2代能够加入新元素，英雄单位更多的工程器单位，更多细流，更多专属兵种。当然也能够理解有不少人不喜欢这次的 DLC， 就像大家不喜欢3代的原因，单位太多不知道是什么兵种，不喜欢过强的英雄角色在游戏中，所以今天就来聊聊三国 DLC 到底怎么了，会分成3个主题：新文明资讯速览、三国 DLC 3大争论点跟结尾的讨论。关于文明的部分，黑子不会细讲，时隔2周，大家应该都看得差不多了，只讲几个黑子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如果单纯想吃瓜，可以直接跳到6分钟的地方。魏国骑兵文明可以透过升级经济科技来获得额外村民，这点跟4代法国商会地标很类似。黑光旗跟鲜卑劫掠者随时代会加血量。魏国拥有独特的马弓、鲜卑劫掠者跟保兵虎豹旗，但是鲜卑劫掠者没有精锐升级，算是血量随时代的平衡。另外，兵工厂也没有骑兵3防。虎豹骑虽然没有随时代加血量，但可以透过击杀单位获得加1弓跟加10血量，那最多是加4。而且基础远防有4，再搭配金冠科技会很强。英雄单位曹操被动技能当然不是收集人气，而是可以提高10格范围内单位的攻击速度。蜀国工兵与工程文明，伐木工采集木头可获得额外食物。知道4代圣殿骑士团的观众应该都很熟悉。工兵线科技完整，而且有减价。金冠科技弩箭匣可以增加额外箭矢。蛮可惜，保兵不是工兵单位导致蜀国定位很尴尬，没有点下金冠，真的没有明显的特点。保兵白羽卫步兵单位，重点在于缓速敌人，作为正面作战主力算是不及格。工程单位战车可以切换成弩炮或是投石机的模式。英雄单位刘备10格范围内的友军每分钟恢复45点血量，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设计错，感觉就比较像是华佗的技能吴国步兵与海军文明，军事建筑物跟码头每分钟可以生产65肉，前期强到后期，盖越多肉越多。步兵被动恢复生命值，而且随时代效果会自动升级，并且专属步兵剑士，自带3近防5远防，血量低于一定值可以提高移动跟攻击速度。保兵火攻兵可以切换模式，一般模式一次射出3支箭矢，超远程模式可用来打建筑物。英雄单位瞬间可提高10格范围内单位移动速度。契丹步兵与骑兵文明无法种田，他们有取代建筑物牧场，建造后可让两村在里面工作。收集完其中资源后会自动销毁，无法自动重新建造，算是后期操作的缺点。保兵辽刀兵被动效果可以产生流血伤害，无视护甲造成持续性扣血，加上银冠科技的反伤效果，击杀单位能力超强，几乎确定会被削弱。特殊工程单位机动投石机，有点3代格林骆驼的既视感。女真骑兵与火药文明，狩猎动物不会腐败，单位受到友军误伤减半，主要是搭配专属远程单位掷弹兵，它会造成范围爆炸伤害，但是不排除是在凑喜欢拿重头砸友军的玩家。封建时代骑乘单位跟火毛兵加攻速 20%， 不论是封建出肉马、城堡出保兵、铁浮屠都非常好用。另外铁浮屠高血量115，第一下的近战攻击还可以直接挡掉。4代日本偏斜护甲
不自主露出微笑。大学内的工程防御公式科技，减少木材成本，还提高研发速度，加上工程师能提前研发，使女真可以提早压制对手，但对手拿她没辙的情况。关于兵种详细内容，其他中文大频道都讲解的比黑子清楚，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去参考看看。如果是喜欢发掘新 DLC 素材的玩家，可以到下面这个资料夹看看。接着终于进入影片压轴，关于本次 DLC 为何造成众多玩家的负评。做这类的负评内容，我们绝对要有理有据，不能轻易做出结论。先不讨论 Reddit 的情况，在世纪官方论坛第一页几乎都是 DLC 的讨论，包含 DLC 应该取消、延迟或重做。而且喜欢此 DLC 的玩家在各类投票或留言中都不到30%。从右边的投票更是看出三国 DLC 的问题，其中讨论量最多的几乎都是历史考据的玩家。所以第一点，考据党为何不满？关键的论点是三国只是存在时间不满100年，处于政权分裂的状态，并不具有足够文明差异性。简单来说，三国仅能作为战役中的势力，而非独立出来做成文明。甚至在游戏中，你可以看到中国跟魏蜀吴互打，或是场上同时有8个不同颜色的曹操。想想觉得很诡异，不过黑子个人是觉得这会蛮有趣的。再来，三国的时间点发生在3世纪，与2代既有的中世纪框架不符，而且战役内容仅到赤壁之战结束。根据史实，距离真正的三国鼎立还有一段时间，使得三国 DLC 处在相当微妙的状态。也有不少玩家提到，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日本战国或是朝鲜三国都有高几率做成新的 DLC。黑子个人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三国这个知名 IP 融入世纪系列，真的获得市场接受，并对营收有所贡献，对于未来以势力作为新文明的可能性，真的会非常的高。进一步做细节讨论，有许多建筑物跟单位被混用，这部分黑子觉得背景相当复杂。原本从官方释出的照片中，大家猜测的党项，鲜卑、大理一一落马。尤其契丹人抢了党项的城堡跟波喜军，魏国拿了鲜卑劫掠者跟北魏时代奇观松岳寺塔，几乎可以确定本来应该是有党项鲜卑的。最后在时间点上，三国 DLC 纳入契丹跟女真这2个文明的活跃期间，没有与魏蜀吴彼此兼容，更使得突兀感增加。所以就有玩家提议，应该将魏国修正为鲜卑，蜀国改为大理，契丹独特单位跟城堡重做，把城堡跟独特单位还给党项，加上既有的女真，就是原本应该制作的5个新文明。但就市场讨论度而言，会远不如三国这个重量级 IP。第二点，游戏框架被颠覆。除了历史元素，游戏内容跟平衡性才是关键，这点尤其影响玩家对战体验。英雄单位虽然有可能去破坏平衡，但是透过调整成本、属性、光环等手段，仍有许多削弱方法，所以黑子并不担心。真正的隐忧是，目前仅有这3个文明有英雄，未来是否持续为各个文明设计专属英雄上并不确定。尽管黑子个人喜欢英雄机制，但这很可能会劝退原本偏好传统玩法的2代玩家。喜欢单一单位为操、游玩英雄角色的玩家，又不会因为新增的英雄而投入世纪系列，反而可能会流失核心玩家。黑子认为War's Edge 团队需要更审慎地了解玩家喜好，若未来英雄被过度削弱，则会沦为冷门单位，或是仅能在特定娱乐局中登场，最终只会成为浪费资源的无用内容。过往新文明加入呢，都会有战役以及文明语音，可是这次女真用的是汉语，契丹是蒙古语，加上去年推出的编年史希腊之战，这个黑子认为非常优秀也很出色的新框架，也在各大论坛中被广泛讨论。这也反过来说，编年史 DLC 提升了单机玩家的体验，却造成了对战玩家的不满，想说怎么都没有更新可以对战的文明。但是当三国 DLC 的推出，又让玩家觉得应该是以编年史推出的形式会比较好，而这对于 War's Edge 来讲会有很大的考验。就目前黑子的观察， War's Edge 团队处于严重自乱阵脚的状况。第3点， DLC 是半成品吗？目前为止，黑子能收集到的资讯，官方并未出面发表任何讯息或声明，而且三国 DLC 的制作团队中并没有看到 Capture Age。
可以参考编年史希腊之战，名单是有 Capture Age。黑子也细看2代资料夹内容，在战役资料夹可以找到 Paphos 是希腊之战的资料夹 ，Peru 是三国的资料夹。这也仅能说明战役的形式是参考编年史。当然，女真、契丹与魏蜀吴内容分属2个 DLC 的可能性也还是很高。由于官方未进行任何表态，网络上浮现的许多说法也各有支持者，像是仓促上架说、强行合并说、圈钱行销说等等。最终，黑子目前收集到的玩家心声大多希望三国战役能跟目前的女真、契丹做拆分，希望将本次 DLC 延迟或是重做。最后可以到资讯栏看看国外创作者对本次 DLC 的看法。进到最后的结论，这次影片黑子不敢说是制作最精良的，但耗时1周以上的资料收集、文案撰写跟后期剪辑，希望能详细整理目前玩家们的回馈。玩家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世纪系列能够蓬勃发展，在兼顾各种类型玩家的感受，不应该用粗暴速成的方法，同时的想要满足所有玩家需求。当然，许多历史考据的玩家对此可能会有极大的落差感，但这并不能否定游戏制作团队的努力。购买 DLC 才是支持世纪团队继续更新新内容的方法，而且至少2代还有新更新，您说是吧？本次黑子同样也拿到 DLC 的先行，等确认开放实况组直播后，一起跟黑子来看看新战役跟新文明的内容吧。如果喜欢这类资讯整理影片，别忘了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三国 DLC 再见，拜拜。That's the other criticism that I saw was that this does not belong in the timeline of Age of Empires 2. I've spoken about this many times. I'm not a history buff. Honestly, I could not care less that the timeline is not respected of Age of Empires 2. I have a limit. I guess at some point I have a limit. I don't want to see tanks or machine guns or airplanes in Age of Empires 2. But to me personally, this is still very far from it. And I say this not to dismiss the criticism, just to let people know that there is this point of view, that this thing does not bother me whatsoever. How do you see that, Hera? I mean, I read through some of that criticism, and I was leaning more in favor of the criticism, actually, because if you have civilization, like China has a rich history, right? So if you have civilizations, like proper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right timeline for Age of Empir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we chose to not opt for those, but to opt for the Three Kingdoms, that does feel a bit weird, where we had like a proper option, historically speaking, and we opted for something else. I don't know how legit this is, but I heard it c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politically related in China, where they went for the era. Probably. Yeah, they didn't want to cause any kind of controversy. Again, I don't know much of that at all. But I would say because there was a valid historical option to go for, that would have made sense with the time frame of Age of Empires or Age of Empires 2. And then they opted not to go for that. I do feel like for that reason specifically, the criticism is absolutely valid. Morgan, have a hot take on that?